有分好几种，像化制厂、堆肥厂，它其实都是不同的一个概念。那我们首先针对这个化制厂的部分来说明的话，其实它主要的母法是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所以你如果从母法的那个规定来看，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从所谓的环保法规衍生下来的一个执法。那你就会可以理解到说，在这个防治条例下面，在规范化制厂，它的重点其实都是在着重于传染病有没有办法做防治。也就是说，它会去限制，比如说像消毒设施、消毒设备，然后这些车辆它在行驶过程中有没有监控，那包含它的原料的这个来源单，它怎么去控管。那但是你看整个通篇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它其实没有提到空气污染这件事。也就是因为空气污染，它并不是传染病防治它要去关心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凸显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化制厂的设置上面，它有一个多头马车，也就是我如果产生空气污染，我要怎么处理？我就要回到空气污染的一个相关法规，就回归环保了。来去做检举。那当然这样就会变成一个两边去做不一样的一个处罚。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化制厂违反了，那其实按照原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理办法里面，它可能就没有跟臭气的违反有关，它的停业。但是它要回到空气污染的部分来处理。那在多头马车的情况之下，其实常常发生的情况就是变成三不管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第二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因为其实这种刚刚就是有提到所谓的这个畜牧循环资源利用研究中心，对。这个概念其实还蛮有趣的哦，因为它如果说假设它定义在堆肥厂的话，那当然在特定农业区里面，它2公顷以内它是不需要做环评的，没错。但是如果说假设它有在制作这个所谓的饲料或者是生产油脂，它其实在定义上面，我自己认为它会比较类似是工厂啊，那工厂它其实它的限制是比较严格的。对，所以其实那我当然可以理解说，政府机关它一开始它定义就是可能是倾向用堆肥厂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所以他认定说这个是不需要环评。但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有点是那个环评的灰色地带。是，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感觉。